香港大埔鸿福苑世纪大火到28号凌晨2点仍然没有熄灭，罹难人数已冲破83人，77人伤，近300人失联。这是香港回归28年来最惨的一次火灾，伤亡直逼1962年深水埗44死旧纪录。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是，火起前九龙、新界、大埔无数手机拍到赤红贯月的灾难异象，而风水师去年就放话的赤马红阳节也像被这把火直接点了引信。老屋翻新变火药库，偷工减料，监管失灵，层层转包，工人抽烟，发泡胶包窗，火警钟不响等等，所有能错的都错了。天上赤红，地下火海，这一次香港真的烧痛了。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居屋屋苑11月26号下午发生5级大火，火势沿外墙维修棚架迅速蔓延，波及8座大厦中的7座，至28号凌晨仍然没有完全扑灭。不幸的是27号晚23点，鸿福苑最先着火的鸿昌阁再次出现熊熊烈火，黑烟冲天，至28号凌晨仍有4个单位还在着火，其他单位则洒水降温，避免死灰复燃。消防预计火势在28号晚间会完全熄灭。截至28号凌晨，至少有83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消防员，77人受伤，包括11名消防员，其中12人病危，近300人失联，成为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最致命的火灾事故，追平1962年深水埗大火纪录。火警是在26号下午2点51分接报，起火点位于鸿昌阁外墙足棚架，仅10分钟火舌已烧至23楼。多名幸存居民向传媒表示，大厦火警钟完全没有响起，许多人只能靠亲友电话或电视新闻才知悉火警，错过最佳逃生时机。42岁的钟先生向 BBC 中文哭诉，太太与爱猫最终失联，他只能在电话里不断喊撑住，其后再也联络不上。82岁的巫婆婆和牌友打麻将时接到亲人来电，才警觉隔壁着火了，仓皇逃生。40岁冯小姐的长期病患母亲被困厕所，午夜后失去联络。最令人心碎的是37岁消防队长何伟豪殉职，同事们都称呼他大只豪。何伟豪任职消防9年，是机场特警出身，于下午3点01分抵达火场，半小时后在鸿昌阁升降机对开空地失联，救出时面部严重烧伤，下午4点45分医治无效。他与交往10年的女友原定下月结婚，噩耗传出，全港哀痛。消防处已将所有官方平台头像转为黑白色致哀，同事们留言说该换班了，好好休息吧。截至27号深夜，消防仍在3座大厦进行最后搜救及扑灭余火，现场不时传出爆炸声，黑烟仍笼罩大埔夜空，不少居民披着毛毡在临时庇护中心守候，等待亲人消息。这场大火的惨烈程度震惊世界，香港、中国大陆多个基金会及企业相继捐款，盼协助灾民渡过难关。其中香港首富李嘉诚宣布捐款3000万港元设紧急援助基金，并拨额外5000万港元助力社区重建。马云公益基金会、小米、阿里巴巴、腾讯、周大福等也相继驰援。习近平指示全力支援搜救及善后，香港成立跨部门专责小组，并承诺全面检讨旧楼维修及消防条例。鸿福苑这场大火不止带走许多宝贵生命，也让保险公司面对天文数字般的赔偿压力。给鸿福苑和维修工程保险的正是中国太保险香港有限公司。根据屋苑公开的业主大会记录，太平保险自今年1月起为整座屋苑的公共地方和外墙承保，保额上限是20亿港元，同时也为负责翻新外墙的承建商宏建建筑保险，保额3.65亿港元，另加每次意外最高2亿的工人赔偿。换句话说，如果法院最终判定是工程问题导致大火，太平保险
最乐观也要掏出超过23亿港元，实际数字很可能更高。保险业内人士估计，即使扣掉找其他保险公司分担的部分，太平自己仍可能要赔20多亿港元，这笔钱远远超过保单原本的保额上限，重建费、死伤赔偿加起来随时爆表。市场一开盘就吓坏了。27号早上，中国太平保险的母公司股票一度暴跌 8.1%， 创1个月新低。虽然后来跌幅收窄到 1.92%， 但已经反映投资人对巨额赔款的恐慌。当天恒生指数有 0.1% 的涨势。香港保监局已紧急成立专责小组协助处理索赔。对很多受灾家庭来说，这场祸不只是失去亲人，还可能要面对保险赔不到位的2次打击。说起鸿福苑这场大火，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熊熊烈焰怎么会烧得那么快那么凶。但要搞清楚原因，得从这片屋苑的来头说起。鸿福苑建于1983年，楼龄已经42年了，位在大埔市中心，紧挨着东铁线大埔墟站，交通方便，生活机能也不错。它是香港房屋委员会搞的居者有其屋计划下的产物，专门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圆置业梦，总共8座楼，1984个单位，每户实用面积大概40多平方米，适合小家庭或退休夫妇住。当年售价才11万到15万港元，现在二手市场上成交价大概180万到420万，算是中产阶级的安身立命之地。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这里住了4643人，近40%是65岁以上的长者，好多是当年首批买楼的原业主，住了40-50年，对房屋的感情非常深厚。从2024年初开始，鸿福苑的业主法团类似中国的业主委员会就推了一个大维修方案，总花费3.3亿港元，专门修外墙、换水喉、补石屎。方案一出，就有住户叫苦，每户得分6期，摊16万到18万港元，负担不轻。有人抗议说，为什么不分批修，非得8座全上？但法团铁了心拒绝重选，引用法律硬推开工。工程从去年7月动土，8月起全屋苑外墙搭满竹棚架，裹上绿色防护网，看起来像个大绿茧，阳光都撑了大半。住户天天闻粉尘味，噪音大。78岁的梁太对 BBC 表示，搞了这么久，黑漆漆的，很闷很难受。新年之前本来说完工，我还在等呢。承包这活的是红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有20年历史的注册承建商，专门接旧楼翻新。不过据香港网友披露，工程早就层层转包，承包商、工人都是大陆过来，先不说守不守规矩，文化本身就已经不一样。这场大火，承包商为了保护住户的窗上面都放了发泡胶，非常易燃。如果真的是中铁，它的口碑可真是不好。今年3月，中铁承建的泰国曼谷国家省技术办公大楼受缅甸地震影响发生倒塌，该座大楼是曼谷在这场地震中唯一倒塌的建筑物，造成至少92人死亡，33人受伤，4人失联至今。事故原因怀疑是偷工减料导致的质量问题。根据香港政府新闻网的报道，这工程本该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监管，按建筑物条例走流程，但问题就出在细节上。去年9月，就有住户向劳工处投诉棚网防火隐患。劳工处当时回复说，棚网主要是防物体掉落，条例没强制阻燃标准。现场巡查没有热工序或明火，风险低。这话听起来安心，谁知成了隐患。随着调查展开，外界把焦点集中在工地外墙使用的棚网上，尤其是棚网是否从原本香港采用的阻燃标准改成便宜许多的中国认证阻燃网。对此，港九塔棚同敬工会理事长何炳德指出，一张具阻燃功能的维修棚网价格是90元港币，而没有阻燃功能的普通网只需50多元港币，差价近40元港币。阻燃网在阳光暴晒下容易变脆，通常只能使用一次就必须丢弃，普通网则可以重复使用。
有些业者冒险使用普通网，赌的就是没人查的心态，从而铤而走险。同时，消防部门也在没有受波及的屋苑大厦中发现有玻璃窗被贴上一些发泡胶板，这些发泡胶板当遇热时很容易蔓延。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在27号举行记者会上指出，消防人员在灭火和救援过程中发现有关大厦外墙的保护网和保护膜、一些防水的帆布和一些塑胶布，它们受火后其蔓延程度是远比一些合规格的物料猛烈，蔓延速度非常快。最糟糕的是，施工方还在每户窗外贴上了一层厚厚的发泡胶板，说是为了防止玻璃爆裂，而这些材料都是容易燃烧的材料，遇火蔓延得很快。有网友在 X 平台上贴文说，用的是湖南的阻燃网，事发前1个月，专家测试3秒点燃，去新政府10次都不获理会。用中国的审核标准，新力只要符合中美英其中一个标准就能批核，中国标准是最低的。英国是为高楼大厦专设的，差距甚远。易燃发泡胶包围大厦窗户，工程期间工人吸烟，然后怪责在钢筋烧到变形都没倒塌的租棚，不要太荒谬了。更气人的是，工人管理太松散。BBC 中文的现场采访中，钟先生就气愤地说，几乎天天看见工人在棚架抽烟，有时在家里都闻到味儿，大家都知道，却没人管。端传媒还爆料，这工程设层层转包抽成，导致工头赶工，忽略安全，外劳底薪低，没强制培训，谁知道烟头一丢就酿祸。总之，这场火不是天灾，是人祸堆出来的。施工方偷工减料，工人不遵守施工规范，政府监管机构对举报信息不作为。有观点认为，香港回归后，中共官场的作风正在一点点侵蚀香港，官方放松监管，施工方就会铤而走险。一位香港的网友在早安中国节目下留言说，在中共国，所有大生意都跟官员有关，都是官商勾结谋财的，所以这一次涉及数亿生意的工程背后都是跟贪官有关的，所以这次的事情也不可能太抓，找几个人出来顶罪而已。27号凌晨，港警以涉嫌误杀为由拘捕了3名男子，其中2名是鸿福苑大厦施工的公司董事，1名是工程顾问。鸿福苑本该是中产的避风港，然而一场大火下来，烧掉的不只是砖瓦，还有无数家庭的希望。这场鸿福苑大火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不是火烧的有多快，而是火起前，天空直接就给了剧透，还有风水师们早早就挂在嘴边的预言。26号，有网友在 Threads 上贴出了数张香港傍晚时分天空的照片，照片上一道红色彩虹直冲天际。贴主表示，在不同地方都拍到赤红贯月的景象，照片一出，全网都吓傻。古书说的赤月贯红灾难之象，该不会这么准吧？所谓赤红贯月，是指晚上看到一道红彤彤的彩虹横在月亮中间，或者直直穿过去，代表大祸将要临头，不是冰灾就是大祸。据《淮南子》记载，彩虹、彗星这些东西都是老天爷在生气的讯号。经世对灾异说，赤红靠近月亮，代表小人当道，要是直接穿过月亮，那就是天要翻脸，天下要大乱。经世对灾异说，赤红靠近月亮就是小人搞乱，要是直接穿过月亮，那就是天要翻，地要摇，底下会有大火灾。说是天垂象也好，说是巧合也罢，香港大埔鸿福苑的冲天大火仿佛印证了这千言预言，7栋大楼陷入火海，黑烟蔽日其时，天中有一道横亘夜空的赤红。而香港多位风水师早从去年就预测说，2026年、2027年连续2年撞正赤马红羊节，丙午火马加丁未火羊，火上浇火。古书记得清清楚楚，1260年来这2个年份总共搞出21次大灾，而香港又在2024立春起进了20年9运火运。风水师断言，火运叠赤马红羊，180年难得一遇，躲不掉。网上直接刷屏，2025年大火只是序幕，赤马红羊节
明年才正式开场。赤马红羊节序幕就从这把火拉开，香港备运走下坡，2025地震大火年末就来了。这些事儿听起来悬，但在大火阴影下，让人忍不住想，是上天计数还是人心该醒？无论如何，盼灾难后香港少点祸端。请在留言区写下您对香港的祝福。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